大家好，最近的传闻挺多的，我给大家汇总一下，捋一下。首先是传闻胡春华4中全会会接任总书记。那胡春华最近回到内蒙古，高调出席活动。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内蒙古的情况。最近股市大涨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和习近平要下台的消息有关系啊？何立峰将免去副总理的职务。何立峰是习近平的铁杆马仔啊。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接任河南省委书记。那欧阳生65岁退休。海南省副书记沈丹阳接任商务部部长。甘肃省委书记胡长生任浙江省委书记。叶炼红65岁退休。中央政法委秘书长殷柏任甘肃省委书记。中国公安部的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凌志峰接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那谁接任公安部的政治部主任就不知道啊。以上这些都是传言呢，应该是比较靠谱的啊。还有已经官宣的呀，于立军任四川省委副书记，王维平任广西党委副书记，就开始动副书记这个级别了，和正部级了。那胡帆任广西副主席，尹立波任海南副省长。那这4个人里面谁最有梗啊？就是四川省的副书记于立军啊。于立军有王民的背景啊，王民是因为骂习近平是小学学历被抓了。那正常情况下，习近平是不会让王民的亲信上位的啊。这骂习近平的人都能上位啊。我们来看一下最有梗的这一个于立军啊。2003年，当年36岁的于立军出任天津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学校的领导层，直到2007年离开天津大学啊。在这之前呢，于立军担任校长办公室副主任、天津大学团委书记、校长助理等职务。那当时的校长是单平，那当时的党委书记是刘建平啊。单平可能是李瑞环的人，刘建平呢是习仲勋的人。刘建平他原来是北京教育系统的官员，是何鲁立提拔的。何鲁立呢是习仲勋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统战工作的时候提拔的。那何鲁立是民革的主席啊。这单平啊，还为什么是李瑞环的人呢？因为当初教育部想要把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合并，这单平他不同意，李瑞环他支持了单平的意见呢，因此猜测单平是李瑞环的人啊。因为天津的事情就绕不开李瑞环啊。那当时教育部是内定天大和南开合校，已经将刘胜玉调到天津进行过渡，准备接任合校后的新的学校的党委书记。那当时天大的教职工和学生都强烈反对合校。那单平校长呢，虽然平常遇事以和为上，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呢，态度很坚决反对合校。此事闹到木匠那里，这个木匠应该指的是李瑞环啊。木匠问，为什么其他直辖市可以有2所重点建设的高校，天津市为什么只能有1所呢？那这里李瑞环似乎是支持了单平的观点啊。于是时任的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这里只能猜测是不是指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直立啊，还是指主管教育的国务委员啊，就改了主意，维持原状，建设投资那1加1半。那这下天津市的头头们，那当时的天津市委书记就是张立昌，天津市长是李盛林，在木匠李瑞环那里就算是丢尽了面子。所以别看天津大学这个庙小啊，政治斗争还挺激烈的。而且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习仲勋根本就不是改革派，
这都是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副主席，成为中国的接班人之后，那请大外宣写的故事，造的舆论，欺骗大家。李瑞环他才是改革派啊，李瑞环他同性恋啊，那是性少数群体。当然啊，你要说同性恋也有小粉红，那就没法聊啊。确实有啊，天生就是这个共产党独裁镇压的对象，还支持共产党，那就没法说了。之前的视频说过了，白恩培是习仲勋的铁杆马仔，马文瑞提拔的。白恩培呢，他和胡耀邦的亲信白继年就有矛盾。到了天津大学这里啊，那习仲勋的亲信刘建平和李瑞环的亲信单平就有矛盾，就后来单平就被报复了，给了一个处分。那因此于立军也离开了天津大学。于立军离开天津大学这个时间呢，和单平呢是完全吻合啊。单平是2006年7月下台，那估计就是给习仲勋的亲信刘建平给挤兑下台的。那于立军是2007年也离开了天津大学，那时间线上是完全吻合啊。2007年40岁的于立军离开了天津大学，进入了天津市教育主管部门工作啊。那当时天津的教育工委书记是陈超英啊。之前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合并的那场政治斗争的时候，天津市的教育工委书记是邢元敏啊。于立军应该是和陈超英是一个派系的，那邢元敏是不是就是另外一个派系，我没有研究啊。但是从时间线上是刚好错开了，也就是说提拔于立军的陈超英和合并风波对应的刚好是两个人啊，逻辑没有矛盾。就是说从时间线上来说，一个是打压他的，一个是提拔他的，那形式上逻辑是正确的，事实是不是这样呢？由于中共的黑箱呢，我也没有深入研究。陈超英呢，后来呀，2009年从天津就去了辽宁担任副省长。那当时的辽宁省委书记是张文岳，后来就是王民，辽宁的省长是陈正高啊。这些人应该都是李克强那边的人啊。李克强曾经担任辽宁的省委书记啊。陈正高最近几个月就死了，不知道是不是被习近平弄死的。辽宁它就是李克强的据点啊，你包括李希、张国清、郝鹏都在辽宁干过。不是说辽宁的官员都是李克强的人啊，但是要注意李克强这个因素，就是他很有可能是李克强的人，但还要加上其他的条件来判断，综合来看，因为这是2009年啊，现在辽宁肯定有不少是习近平的人。2012年12月呢，54岁的陈超英担任中共辽宁省委常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当时的省委书记就是王民啊。陈超英担任王民的大秘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呀。那首先呢，省委的秘书长是省委常委，他是副部级啊，省委书记是没有权利提拔的，需要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当然，那肯定会尽量是尊重省委书记的意见啊，所以省委秘书长不是100%是省委书记的亲信，这大概估计一下就是80%啊。比如说呢，李强和习近平他就不是一个派系的，孙志刚和俞正声也不是一个派系的。再比如那现在的甘肃省委书记胡长生啊，他现在的大秘张伟是和他同一个月上任的，同时上任的，就是猜测啊，张伟就是不是前任甘肃省委书记尹红提拔的，不是胡长生提拔的。但是由于共产党的黑箱政治啊，什么都不公开，大秘虽然不是100%的准确，但是还是一个很好的我们来了解共匪内幕的一个工具啊，必定这是一个相对容易取得的信息啊。王民他为什么选择陈超英担任自己的大秘啊？有可能是惺惺相惜呀。王民他是脱产读的南京航空学院的博士啊，他可能看不上习近平这样的在职的小学博士啊。陈超英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的，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读的硕士啊，这个算是个水硕嘛？可是这是1980年代啊，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个很高的学历啊，那时候本科都不是很常见啊。2009年10月呢，于立军回到了天津市委常委，并回到教育工委继续担任书记呢。
那2018年4月呢，时任天津教育工委书记陈丽华呢调任财政部副部长，之后呢有长达1年半左右的空缺终于得到了填补啊。这一步和空缺这么久，背后肯定是有不少政治斗争的，还有待深入的挖掘啊。所以于立军就不可能是习近平的人啊！骂习近平的王民的大秘陈超英提拔的，他能是习近平的人吗？广西副书记王维平啊，这个只能是猜啊，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证据。首先呢，2017年7月25号之前的某一天呢，王维平被提拔为中央组织部干部监督局的局长啊，这个和赵乐际的时间线就比较吻合了。也就是说，赵乐际担任中纪委书记之前呢，他在还是中组部长的时候呢，他离开中组部长这个位置之前呢，匆匆提拔了王维平啊。因为这个干部监督局啊，比较重要，很有可能是中组部长亲自管的，而且他和这个中纪委也是有点关系的。这个说明19大之前呢，2017年7月份的时候，赵乐际可能就已经知道自己要担任中纪委书记了。那其次呢，2021年的8月，56岁的王维平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那2个月之后呢，刘宁就接替了陆新社担任广西的党委书记啊。所以这个王维平之所以去广西担任组织部长，应该是某个总书记或者总理替刘宁在布局呢，和陆新社没有什么关系啊。陆新社也是习近平派系的，所以刘宁呢很可能是非习近平派系的人啊。因为刘宁他堵住了周波的辽宁省长之路啊。周波是习近平的马仔，韩正的爱将啊。周波现在是辽宁的政协主席。那韩正如果他不是习近平的铁杆亲信，他怎么能舍不得韩正退休呢？还要担任中国的国家副主席，是不是？那根据广西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呢，2018年1月31日上午，选举产生了89名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央提名的代表候选人李克强全票当选。那李克强跑到广西去当人大代表啊。那另外呢，据新华社报道，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代表会议呢，2022年的4月21日至22日在南宁召开。那在广西参选的代表候选人习近平以全票当选20大代表啊。那一开始是李克强他去广西当人大代表，那后来习近平就去广西当党代表。这习近平就是跟李克强对着干，针锋相对啊。但是呢，这些人事布局啊，刘宁啊、王维平啊，都是发生在2021年，也就头一年啊，习近平担任党代表的头一年。现在习近平就是亲自出马、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习近平亲自跑到广西去当党代表，那这都拦不住李克强的人王维平上位当广西副书记，这不就打习近平的脸吗？这个王维平有可能有赵乐际的背景，也有可能有李克强的背景，就是现在习近平是特别的被动啊。广西的副主席胡帆，这胡帆是刘云山的人，这刘云山的人都能上来，因为我说就是简化模型啊，就是总书记或者总理，最多再加一个人大委员长，其他的常委不用考虑啊。那刘云山他一看他的简历就是丁关根提拔的，丁关根是邓小平打桥牌的牌友，他不是江派。什么江派？这总书记和总理之外的人，就是其他的常委他提拔的人很少，但是也不是没有啊。但是比如说刘山他都是已经是常委了，他肯定认识总书记或者总理啊。那胡帆他是财政部的，他怎么就和刘云山管宣传的人就扯上联系了呢？2010年7月呢，中央文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批准成立
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并明确在财政部设立具体的执行机构，简称呢文资办。胡帆就是文资办的副主任啊。中央文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的小组长就是刘云山啊。就是刘云山单门在财政部开了一个就是类似办公室那么一个机构，胡帆就是替刘云山跑腿了。到了2021年11月呢，50岁的胡帆担任广西财政厅的党组副书记、厅长。当时的广西书记是刘宁，广西主席是蓝天利啊。我猜是这两个人还打了一架。这就是李克强他硬把胡帆塞到了广西啊，因为习近平他拼命的打压李克强，李克强这没有地方提拔自己人啊。广西主席蓝天利啊，我没有深入的研究啊，但我猜他是习近平的人，他是应该认识的是宋健，通过宋健认识的彭丽媛。宋健就是当年的中国政协的副主席，是科委主任的是什么？蓝天利就是科委这个系统出来的啊。因为这个财政厅啊，按说应该是主席，就是政府那边管理的范围啊，但是中共这不独裁嘛，一切都听党的。大家看这个细节啊，2021年11月，50岁的胡帆担任广西财政厅党组副书记、厅长。2022年12月，51岁的胡帆担任广西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也就是说，蓝天利和刘宁打了一架，扛了1年，最后没办法呢，胳膊拧不过大腿，这胡帆就当上了党组书记兼厅长。所以说，这个李克强和习近平不仅仅是在中央进行政治斗争的，在地方上的都有代理人的，都要打一架。所以我说没有上海帮，中国任何一个省、任何一个国家部委都不可能只有一个派系啊。如果你说一个地级市被某个派系垄断了，这还有可能。一个省、一个正部级单位，那很难被一个派系给垄断了。也许某个时间段可以啊，它不可能垄断20年、垄断30年啊。广西的海南的副省长尹立波啊，他是工信部的苗委提拔的，苗委是李克强的中学同学啊。苗委和李克强都是在安徽省合肥市第8中学的上学的，这个时间线是完全吻合的，同一年都是74年毕业的。那据说他们两个人实际上就是同班同学啊。大家就会不会觉得这个李克强死的就有点冤啊？这李克强死了之后，李克强的人一个一个都上来了，这是奇迹啊！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根据海外媒体报道呢，何立峰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呢，出现了福州、福安两地3万多农民不满土地出让过程中的腐败问题，而联名要求罢免腐败官员的事件中呢，何立峰就名列在要求罢免的名单中呢。另外是传言中国商务部的部长王文涛要担任河南的省委书记啊。2001年11月呢，37岁的王文涛担任上海市松江区发展计划委员会的主任、党组书记。2002年的1月，38岁的王文涛任上海市松江区的副区长。首先要强调一个常识啊，这个区长是不能提拔副区长的，上海的区长、副区长都是上海市委提拔的。这个提拔他也有点霸道啊，那担任了发计委主任3个月就提拔副区长。当时的上海市长是徐匡迪，刚好上海也换市长啊，然后是陈良宇，所以就排除徐匡迪了。徐匡迪离开上海了呀，后面这一步他没法提拔。当时的上海市委副书记就是陈良宇，他从上海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升任了市长啊。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是黄菊啊，我就猜，如果在陈良宇和黄菊这两个人中猜呢，陈良宇提拔的王文涛啊，为什么不猜是黄菊呢？黄菊他是邓小平派系的，不是江泽民派系的。而且呢，2001年11月啊，
国务委员吴仪视察了松江区达丰上海电脑有限公司啊，也就是说，王文涛担任上海市松江区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的当月，吴仪就视察了松江区，他会不会是巧合呢？吴仪他是管外贸部、管商务部的，那王文涛现在就是商务部的部长，这能是巧合吗？黄菊他为什么是邓小平的人啊？因为这是1980年代啊，邓小平他作为中国的一把手，这在上海不能没有代理人啊。1983年，黄菊升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工业工作党委书记。这时候江泽民还没有去上海呢，江泽民当时是电子工业部的部长。1985年，江泽民才去上海，而且上海市委常委这本身就已经是个中管干部啊，这需要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的，其实就是邓小平决定的。1983年就是决定第三梯队嘛。那另外一个证据就是这个油权啊，公开资料就可以找到这些证据啊。油权呢，2001年至2003年3月，他担任国务院的副秘书长，分管金融相关工作，协助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央金融工委书记的温家宝啊。2003年3月后呢，至2007年年初呢，油权主要协助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副总理黄菊的工作。2008年4月至2012年12月，油权担任中国国务院的常务副秘书长，保障李克强副总理的日常工作。也就是说，油权他给3个副总理担任过大秘，分别是温家宝、黄菊、李克强。这温家宝和他2个人还不足够背书，黄菊他是邓小平派系的嘛，他是胡锦涛派系的，就这么明显的证据。王文涛呢，他除了吴仪的背景，还有李岚清的背景啊。2004年3月，王文涛调任中共昆明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那后来他担任市长，当时的云南省长是徐荣凯，徐荣凯可能就是李岚清的秘书啊。也就是说，王文涛早期就有吴仪和李岚清2个有外贸部、商务部背景的大佬的支持，那后来担任商务部部长也不是偶然的。那传闻中要接替王文涛担任商务部长的沈丹阳啊，1992年6月至1996年1月，27岁的沈丹阳担任国务院办公厅秘书2局的2秘1秘。那秘书2局就是经济局啊，沈丹阳是不是就是李岚清的秘书啊？不知道啊，因为中共这个独裁它是个黑箱。但是呢，当时李岚清的确是管外贸的副总理，93年到03年，时间线能对得上。而且沈丹阳后来的确在商务部工作过。楼阳生是65岁退休，这楼阳生我怀疑他并不是习近平的人啊，因为楼阳生提拔金华市委书记的时候发生在习近平去浙江2个月3个月，那习近平在浙江立足未稳，而且习近平当时正在伪装自己，我没有深入研究啊，就只能说楼阳生有可能不是习近平的人，大家要不然为什么徐立毅在郑州大水的时候被拿下，而楼阳生安然无恙啊？到底是习近平保的还是李克强保的呀？这个要深入的分析他的每一步到底是谁提拔的，才能得出答案啊。甘肃省委书记胡长生担任浙江省委书记，而叶炼红65岁退休，胡长生也需要深入研究啊。我就是发现了一个点，没有再深入研究下去啊。2011年9月27日，李春城任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2012年2月呢，胡长生就升任了中共甘孜州的州委副书记。2012年4月升任州委书记。2012年10月9日呢，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到挂帮包联系点甘孜州康定县新都桥镇东俄洛3村调研指导工作。四川省直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贾松青等省级有关部门负责人，甘孜州州委书记胡长生，甘孜州州委副书记、州政府州长伊西达瓦，甘孜州州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刘平，甘孜州州委常委、州政府常务副州长汪洋，甘孜州州委常委、
康定县委书记段义军等州县负责人陪同调研呢。2个月之后呢，2012年12月5日，李春城因为涉嫌违纪被中纪委调查。这时候习近平刚刚上位呢，但是此事并未影响胡长生、汪洋、段义军、刘平等人的升迁案。胡长生现在是甘肃省委书记，汪洋是国务院的副秘书长，段义军是国家民委副主任，这个可能退了呀。刘平是四川省人大常委会的副主任啊，所以比较神奇啊。一个甘孜州就是一个地级市啊，成了黄埔军校啊，大部分的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市长啊都升不到副部级啊，就直接退了，最多升个人大政协的，全部都升任了正部级、副部级。这不知道李春城在秦城里是怎么想的呀？这个胡长生会不会是当时的省委书记刘奇葆或者是省长蒋菊峰提拔的，也不好说啊，还要深入研究才知道答案啊。中央政法委秘书长殷柏啊，担任甘肃省委书记。殷柏很有可能是李继恒提拔的，李继恒的派系背景我也没有研究过，说不准。但是呢，2008年11月，习近平视察昆明卷烟厂，这张神奇的照片啊，都被抓了呀！白恩培、裘和、秦光荣、张祖林都被抓，张祖林是最近被抓的。这李继恒是怎么得以幸免的？这个就不好说啊。中国公安部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凌志峰接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谁接替他的公安部政治部主任的就不知道啊。凌志峰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分析案例啊。凌志峰是张德江的大秘王国平提拔的。表面上看，凌志峰啊，他和蔡奇呀、和黄坤明都有交集。但是凌志峰遇见蔡奇的时候，遇见黄坤明之前呢，他是谁提拔的呢？对不对？凌志峰如果是和蔡奇、黄坤明和习近平他是一个派系的话，那么他之前的提拔也必须是习近平这个派系的人提拔的才可以啊。凌志峰应该就是张德江的大秘王国平提拔的。2023年3月呢，凌志峰接替了王小红的亲信冯岩公安部政治部主任的位子啊。这个是谁提拔的？这是李强啊。这逻辑对得上啊。凌志峰20年前他就是张德江的大秘王国平提拔的，20年后他就是张德江提拔的，李强提拔的。这李强之所以提拔凌志峰，是因为20年前凌志峰他就是张德江的大秘提拔的，都是一个人提拔的，等于凌志峰20年前和20年后都是一个人提拔，这样才符合逻辑啊。当然你非要抬杠，你可以说这凌志峰20年前是习近平提拔的，所以20年之后这一次他不是李强提拔，他还是习近平提拔的。但是你必须找出来20年前凌志峰他在杭州他遇见蔡奇、遇见黄坤明之前呢，提拔凌志峰那个人他也必须是习近平派系的人才行啊。这最早呢2002年12月，习近平他刚刚去浙江1个月，那凌志峰当时是什么位置呢？凌志峰当时是浙江省富阳市高桥镇的党委书记。一个省委书记，习近平一个省委书记能认识镇长吗？镇委书记、镇党委书记这个级别啊。周江勇他认识习近平的时候，他是一个县长，习近平亲自把这个县长提拔成象山县委书记。凌志峰他就是一个镇长，他这个级别不太够啊，这级别不够去认识习近平啊。前一阵子连续的外事活动亮相之后呢，胡春华视察了内蒙。回到内蒙古考察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因为胡春华的发展路线呢和赵紫阳有相同点，先是在内蒙古当书记，然后去广东当书记啊。中共的最高层考察培养的思路也是一样的，他和赵紫阳也是先在内地的边远地区处理宗教等一系列复杂的少数民族问题，然后再去附属的沿海省份，熟悉财富是怎么来的，熟悉外面的世界啊，然后再进中央。那胡春华此次回到内蒙，给人感觉是胡汉三又回来的感觉啊，对外宣示自己的政治存在，宣示自己在政治上屹立不倒，甚至有将要被重用的意味啊。政治上的活动都是中央安排的，那么胡汉三回来了，这么明显的活动安排，会不会遭到亲自让胡春华下台，让这个
这个习近平感到特别的反感呢？但习近平肯定不乐意啊，所以这个安排他就是可以忤逆习近平的心愿的安排，但是这就实现了呀。这就是中央核心圈的一个重要暗示，他又要按照这个邓小平隔代指定继承人啊，提前亮相、集体领导、集体审核这么一个程序啊。胡春华他原来就是一个指定的继承人，说大家看看行不行，要不要把他再请回来？这样的暗示和含义非常清晰啊。因为这个回归集体领导，这是习近平他自己亲口说的。2024年9月12日，习近平在兰州主持召开了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除去惯有的官话和套话，习近平强调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之下。那集体领导就意味着要有接班人啊，所以这个4中全会，胡春华会不会成为习近平的接班人呢？我们拭目以待。好的，谢谢大家。